否定式的这一个问法，为什么反而比肯定式的来得更好？因为我们的头脑其实很懒惰，当我们讲话变复杂的时候呢，我们头脑会找捷径，赶快理解，不要制造麻烦。所以如果我们讲你可以同意，对吧？那这个很简单。但如果我要让你因为复杂而懒得思考，直接同意，我就会说，你就会感觉到很好，不是吗？因为你听到不是吗，你要理解什么是不是吗？这时候你会嫌麻烦，因此你就会直接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对应我的话，你就会同意了。就是有一个很怕打火机啊，是打火机。我觉得这件事如果真的会怕，会很困扰。所以他每次公司庆生会，他都要跑到那个最外圈，才不会被人家叫去点那个蜡烛。他那时候来上课，我们 NLP 有个叫做秀模式。那秀模式就是针对一个你不想要的反应在神经系统方面强制改变的一个技术。当时我又对大家说，有没有哪一位要上来示范？我们要示范这个技巧。那个学员想说，我有这样打火机的恐惧症30多年了，不然死马当活马医来试看看。那一上来呢，我们就来操作嘛，大概15分钟就搞定了。他也很震撼啊，他困扰了30年的一个麻烦，不到15分钟就处理掉了。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这是一个畅谈情绪、人际关系、伴侣沟通、自我成长的频道。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正式上片。如果你也喜欢相关的议题，欢迎可以订阅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很开心又可以邀请到我的恩师 Hogan 老师来我们的节目了。我们以前的内容很多都在谈关系，谈自我的一些信念怎么化解，比较少会去探讨到一件事，就是我如何可以透过用说话的方式呢，去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这一集趁着 Hogan 老师来，我们要好好跟他挖宝一下哦。我们先掌声欢迎 Hogan 老师。好，谢谢 Jaco，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非常荣幸来这边跟大家做分享新春快乐。Hogan 老师，你接触 NLP 这件事已经多久了？我接触的时候是1997、98吧，正式开始职业应该教学啦，是2001年。所以算20多年了。我们的学员遍布没有海内外，至少台湾到处都有我们的学生的足迹。其实讲到这个真的是因为我后来有跑一些活动，是，然后甚至有认识一些线上的讲师，然后因为聊到 NLP 都是比较不是那么多人都有上过，所以只要谈到 NLP， 有些人都问我说，你是在哪边学的？是，然后我都说是跟 Hogan 老师，然后其实有蛮高比例都是有上过你的课。对，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在上专业执行师的时候。然后 Hogan 老师，你有提到那个，就是有一个很怕打火机是打火机。我觉得这件事如果真的会怕，会很困扰，因为他连点金子的话都不能用。所以他每次公司庆生会他都要跑到那个最外圈，才不会被人家叫去点那个蜡烛。所以像他那时候在上你的课的时候，他是学了哪一个东西就把这个东西解掉了？那是一个经典啊。他那时候来上课，我们 NLP 有个叫做秀模式。那秀模式就是针对一个你不想要的反应在神经系统方面强制改变的一个技术所以那个学员呢就想说这个来学 NLP 嘛。当时我又对大家说，有没有哪一位要上来示范？我们要示范这个技巧。那个学员想说，我有这样打火机的恐惧症30多年了，不然死马当活马医来试看看。那一上来呢，我们就来操作嘛，大概15分钟就搞定了。他也很震撼啊，他困扰了30年的一个麻烦不到15分钟就处理掉了。所以那一次处理的经验让他对 NLP 大有信心，甚至于全心全意的投入 NLP 的学习，现在也是一个很有名的 NLP 讲师啊。可是如果15分钟就可以处理掉那个恐惧30几年，是因为做了什么？好，能不能稍微聊一下细节？NLP 跟一般的差别一般的心理的技术差别在于 NLP 比较不在乎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NLP 在乎的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构而有这样的毛病比如说我就问他啦，你怎么会有这样打火机恐慌症呢？他说每当使用打火机，他只要一想到打火机就看到一个长长的火焰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因为他就是很小的时候嘛，手针嘛，在玩那个打火机嘛，那打火机你知道一拨开来那个火焰是可以调大小，所以他小时候这样子东摸西摸呢，没有想到打火机被他启动了，那火焰跑出来，长长的火焰就把他眉毛烧掉了。下一个呢，从此以后怕打火机，所以他每当想到打火机，就看到那个长长的火焰在心里面。既然
会让他害怕的就是心中那个长长火焰的画面。那Show模式呢，刚好就是用新的画面去取代你那个害怕的画面，一旦取代掉了，你的反应就改变了。所以它的结构如果掌握到 NLP 效果很快。所以那次就是一个很有趣也很经典的一个案例。因为我自己在使用 NLP 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比较少会去思考这一个人到底遇到多少的事件才造就他变成现在这样，反而更多的是在找出会造成他这样的那一个内在结构是什么，是然后破坏他的结构就可以影响他这样。对。好，那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去提高自己在说话的影响力，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其实是为什么有些人一说话，别人总是会很容易不想要听，然后想要拒绝他、否定他这种。老师你会怎么看？好，我们 NLP 是怎么看这个沟通啊？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在沟通过程中，对方给我们的回应是拒绝，是不想听，是对我们说 no， 我们会反求诸己，那是因为我们用了让对方说 no， 让对方拒绝的内容跟方式，使得对方说 no。所以我们会看待的是，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要如何调整自己，而用让对方说 yes， 让对方说同意，让对方接受的方式跟内容来表达，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旦对方同意了，我们就继续前进。万一对方又是 no 了，没有关系，我们再借此来做调整，然后再出发，直到达成目标为止。所以 NLP 不会认为那是对方的问题，而是我用这种方式跟内容让对方拒绝，让对方说 no 的。不然为什么同样的题目，为什么找别人来跟他沟通他就听了？所以问题不是他嘛，是我嘛。我们这样看呢，就会把这个改变的这个选择权来到我们的手上。这样感觉也比较有掌控感。对。那如果说今天听这集的观众可以学会一些怎么样的说话方式，可以多收集一些别人会 yes 这样。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几个招式好了。那第一个呢，我们的俗语啦，叫做是的给建议，或者是说搭便车暗示法。比如说当你听到我这么说，看到我这样做，我想你会有一些心情感觉，那代表你改变的时候到了。你就发现你会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你接受我的暗示。所以我们来分析刚刚说我们刚刚做了什么动作。我刚刚是不是说，当你听到我这么说，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我有听到，看到我这样的一个展示，你又有看到，所以你心里面又会一个对，然后你会有一些心情跟感觉，这时候你心里面会有所以我发现连续3个都会经过你的看到、听到、感觉到，而且是事实的，在你心里面油然而生。所以当我制造3个在你心里面有第4个我就要下暗示，或者是我会做一些要求，比如说我会说你就会感觉非常好，你就会有自信，那对方下意识就会也跟着有同意的一种现象。那如果当对方同意的时候呢，我会希望他同意更久，我们会加上一个叫做附加问句。什么是附加问句？就是我一旦下了暗示以后，后面马上跟着一个附加问句来锁住你的反应，继续的 yes。 比如说你就会感觉到自己有信心，对吧？那当我后面加个对吧，因为你前面已经让我习惯是的，当我说你就会有信心，对吧？因此你会跟着对，那这叫做肯定式的附加问句。那更巧妙的叫做否定式的附加问句，可是效果更好。比如说你就会是一个更有信心的人，不是吗？当我讲不是吗的时候，你会本能也会点头是，那不是吗？点头是，那就是的意思啦。那否定式的这一个问法，为什么反而比肯定式的来得更好？因为我们的头脑其实很懒惰。怎么说呢？当我们讲话变复杂的时候呢，我们头脑会找捷径，赶快理解，我不要制造麻烦。所以如果我们讲话，你可以同意，对吧？那这个很简单。但如果我要让你呢，因为复杂而懒得思考，直接同意，我就会说，你就会感觉到很好，不是吗？因为你听到不是吗，你要理解什么是不是吗？这时候你会嫌麻烦，因此你就会直接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对应我的话，你就会同意了。所以即便是用否定式问句，对方也会跟着同意。为什么呢？要否定还要思考我在否定什么，太麻烦了，因此你就会用本能，你就会同意。再搭配当对方要点头的时机，你先点，对方就会忍不住会跟着点头，不是吗？有道理对吧？
很难不点头，不是吗？对方就会一直点头。第二招呢，叫做如果你讲的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对方也会同意。什么叫做无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常理、有道理的废话，就是属于这种的。比如说，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好好的沟通不管怎么样都是一种爱的表现，不是吗？有道理，对吧？所以我刚刚讲的，如果真的真心的沟通，不管效果怎么样，都是一种爱的表现。你不觉得是废话吗？是无聊。可是当我们在愿意这样讲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是一般人常讲的，或者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这种不用我解释你就能够明白的话，就是属于这种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利用现场的发生，比如说你看外面现在下着雨，如果现在出去淋湿了，反而心情会不好，我这样说对吧？那这些都是可以去确认的无可否认下雨天出去很不方便这些都是事实。那对方同意，你再下一个想要的暗示。像那个，比方说你的儿子，假设他突然跟你说：“哎爸，我真的心情很不好，不想要去上课。”你会当然我们你会怎么讲？来，你看我举例这时候呢，我们会用第三种方法。第三种方法我们叫做读心。承接心情，那你看，如果你照你刚刚说的，我儿子现在很沮丧嘛，对，所以我会怎么样呢？我会读他的心，承接他心情。我会说，儿子啊，我看起来我看你这样心情不是很好我这样说对吗？那如果今天你讲的是他的心情是对的，他会觉得你了解他，对。那通常我们生活里面呢，要使用这种读心技术，很多人会担心，担心什么呢？万一讲错了怎么办？所以我们会用一个更巧妙的技术，我们会这样说：儿子啊，我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如果讲的不对你不要介意，你可以告诉我。我听你刚刚这样一说我觉得你好像心情有点沮丧你看，如果他说对，那我就得到一个效果，我的儿子知道我体谅他，我能够了解他的心情。那万一对方说我没有沮丧，其实我也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对方会知道，其实我是想要尝试了解他，可是我没有了解到，所以即便我读心读错了，对方还是很开心，因为他知道我想要去感受，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读心术。那如果儿子就说我就是很沮丧了，所以我才不去，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看好，现在有被我们讲中了，对不对？好，那时候我们就针对现有的资讯，比如说。我知道你会这样子，是因为我刚刚是不是说无可否认的事实？对，当在学校表现不好，他会告诉我前面的发生嘛。所以第4招就是你把他刚刚所讲的话重复再讲一遍，他又会 yes。比如说我了解，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次考不好，老师呢就有点对你不开心，同学又笑你，你把他刚刚所讲的重新再倒带一遍，他就会是的。最后，因为他前面都同意了，后面你再给他一个暗示，比如说，所以那没关系啦，明天就礼拜6今天再去一下，明天爸爸陪你去看电影，最近有电影还不错那因为你前面先同意了，后面你给的建议，给他的一个要求，他也相对比较同意。我们最怕的是呢，前面都不想讲，直接就跟他说你再去一天明天看电影就抒发心情就好啦。通常对方不要，所以唯有我们能够去接受对方的心情再给予一些建议，他会比较同意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几种方法的组合。所以其实像刚刚这样的一种说话习惯，如果真的很常使用的话，是不是它就可以造成别人在听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快的一下子就是你的想法被我否决了，是你的感受不重要了，对不对？然后我要跟你讲的事情才重要，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对，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刚刚按照我所说的相反操作，就是你说的啦，很多人为什么一开口对方就不想听，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你相反操作就变成一般人那种一开口人家就不接受那种建议，情况就是这样的发生了。因为我刚想到，如果是有些个性比较急的，可能就会说，那到底有什么好心情差的？我们以前就怎么样？是反正你就去明天就休息了，这样。对。可是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比较不近人情。那所以其实像老师刚刚提到那个读心术对，它如果是要用在比方说在伴侣之间，我们要表达关心，它是不是也很好用？好，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它有分层次。比如说你讲的是伴侣我们先来看沟通的层次有分好几层啊。第一层叫做陌生人，零互动。但是我们一旦要进入互动，会进入第一层。第一层我们叫寒暄比如说，外面天气很热，有没有？我们假设我们2个人，即便我们不认识，外面天气很热这叫寒暄。寒暄只是一开始的互动，一旦进入寒暄以后，你要进入到那种关系的核心，你要进入第二层。第二层我们叫闲聊，所以你刚刚讲的伴侣呢，他不会是寒暄嘛，他应该会从闲聊。那闲聊如果像你刚刚说的，他只要掌握到2个要点，他就可以从闲聊进入到我们叫深谈。如果一般的伴侣如果没有做到闲聊这2个要点不用深谈了，连谈都没得谈。那这2个要点呢，第一个就是关怀，第二个呢叫做庆祝。怎么说？你看我举例现在这个伴侣之间，第一个是不是要关怀？比如说亲爱的，你心情不好怎么了？那在谈论的过程之中有2种嘛，第一种一定是负面的，那你要做的是关怀。谈论过程中如果出现是正面的呢，比如说对方说那今天喝到一杯好咖啡，那终于有一点小小的正面了嘛。如果你听到这个小小的正面，你不表现出来那个亮点，都代表你没有在听嘛。即便他说今天买到一杯好咖啡，我们说表现庆祝，对不对？哇，真好啊！我每次买咖啡要嘛都不能喝，对不对？那什么味道？你一定是你发现你表达你的这种开心，那对方会知道你有在听，所以你掌握到关怀跟庆祝这样的一个原则，你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深谈阶段。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伴侣之间，如果话题没有深入，就是在我们讲的这个闲聊过程之中没有掌握这2个要点。你只要掌握这2个要点，就会进入到深谈，因为话题会继续嘛，既然继续就会深入。那第二个呢，很好使用的那种不着痕迹的技巧呢，我们叫做假设前提。什么是假设前提呢？就是你所讲话的这个讯息底下隐藏一个你假设它成立的一件事。当你想讲的话呢，底下藏一个你想要让对方接受一件事。那如果对方要理解你表层这句话，他势必要接受你隐藏的这一个事情成立为前提，这样才能够理解你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刚刚分享的例子里面，有没有注意到它其中有值得探索的部分？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你看我刚刚说，你有没有注意到里面其中值得探索的部分？那当我讲有没有注意到，那你的焦点是不是要理解？你是不是要接受的确刚刚有值得探索的部分？你要先认同这个，你才能够去接下来有没有去注意到。所以我们刚刚那个技巧就是你想讲的话里面有隐藏一个讯息，先假设它成立为前提来进行沟通，然后让对方回答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发现到，感受到，体会到。对方只要有回答，有发现没发现，有注意没注意，有感觉没有感觉，他就无形之中接受了你给他的暗示。因为我这样就想到，那难怪有些人他在夸奖别人的时候会让人家听得很爽。对，比方说有些人可能会跟他老婆说，你都没有注意到你现在换这个发型变得很好看吗？是啊。那这种说法就会很舒服。对，这也是生活中常用的。第二种方法就是更精妙，你针对这个动词给它做修饰，你用修饰副词来修饰动词。比如说你有没有惊讶的发现到这里面有很多的诀窍，叫做惊讶的发现到。所以如果我用一个副词来修饰动词，你有没有发现句子好复杂？所以对方如果要抗拒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他不会抗拒到我的讯息，他顶多抗拒的是有没有惊讶的发现到。对，因为我刚其实心里的感觉是没有惊讶。对，但是就接受暗示。对，如果对方想到，可是我没有惊讶，代表你还是有注意到或发现到，只是不是惊讶。所以他这个又比我们前面教的更精细。所以如果你单纯使用觉察动词，有没有注意到我的用心？那单纯的使用觉察动词，有没有注意到对方即便否认，他是否认到有没有注意到，但是我的用心对方还是接受着暗示。可是如果你用的是更精妙的，用修饰副词去修饰动词，他如果要抗拒呢，他连那个动词都抗拒不到，他会抗拒到副词。所以他顶多只是说，可是我没有惊讶发现到，但是已经有发现，以及他的讯息都接受了。这就是更微妙。
所以老师，你平常如果会对家人聊这个的话，你会怎么？你有能不能？我其实用法就很简单啦。我跟我儿子说：“儿子啊，你有没有很开心的发现我今天不一样了？”开心的发现嘛。那我讲开心的发现，我今天不一样了，好麻烦哦。你看，开心的发现，我没有开心的发现啊，那代表你有发现，只是不是开心。同时，你有发现我今天不一样了，所以对方再有回应，就接受你的暗示。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包装你想要传递对方的讯息，上面加个觉察动词，觉察动词再加上一个修饰副词，让句子变得很麻烦。那对方只要一回应，就通通接受暗示了。哇，那这个供大家参考。刚刚的这一个假设前提，我们可以使用的是知觉，对不对？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有生活中常用的哈，比如说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5个秘诀，如何不着痕迹的影响对方。你看我讲这个5个呢，其实就有一个假设前提。什么假设前提呢？叫做不着痕迹的影响对方，其实有这件事，只是有几个？5个。所以如果我要跟你分享5个不着痕迹的影响他人的这个秘方，代表有这件事成立，只是有几个？5个。那这叫做我们叫做叙述，或者是说数量。所以其实有一些人他在无形中去树立自己的权威，也会用这样的方法，对不对？对，我们刚刚讲的语言是口说的语言，对。可是我们的肢体也是语言，表情也是语言，声调也是一种语言。今天我如果真的关心你，我会下意识的身体往前倾，讲同样的话，跟那种跟这种方式讲其实是不一样的，跟这种方式讲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全身上下会全力以赴的表达同样的讯息，我们叫做一致，这个才会有力量。好哇！如果有想要去提高自己跟别人深谈、建立好关系，但是是善良的这种心态的话，对，其实如果他懂这样的，不要说催眠式的对话，他懂得如何跟一个人建立关系，对，如何去深化彼此的对谈，对，甚至理解对方的这一个自我认同，这个其实都很有助于2个人，不管是家人也好，还是今天是刚认识到的朋友，对，其实都会有蛮大的帮助。是，所以甚至于如果这个要领掌握到，路边的路人甲，你都有办法让他从陌生变成深谈。如果你掌握到要领所以我们在3月份Hogan 有一个2天的课程，教你我刚刚说的对话式催眠，如何跟一个人从陌生到熟悉，或从熟悉到深谈，来教大家我们叫做对话式催眠的这个技巧。透过2天的训练从寒暄、闲聊、深谈，进入到对方的内心的圣殿，做工作会谈，去运用价值观去转化自我认同，来学习这套技术来成为一个善的力量。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所以我们4月份我还有1天课程叫做自解力，自解力就是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的1天的训练。为什么会推出自解力课程？是因为我有发现到现代的人普遍有知识的焦虑。自从 AI 的风行，社群媒体一堆的人在散布的知识那大家呢很奇怪，知道知识越多反而越焦虑。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有一个盲点。什么盲点啊？大家把理解当作问题有解决，所以大家带着一个问题去寻求解答透过 AI 找到了一个答案了你是理解了，但是其实没有解决，因此你要继续的在寻找解答。结果呢，你找到解答越来越多，但是真正的行动却很少。这时候会产生什么现象呢？叫做焦虑感。你甚至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行动力瘫痪了？知道那么多，却是做的没有半点。所以我们会推出这样的训练。第二个就是因为我有发现到，就是现在看起来我们社会越来越进步，知识越来越发达普及，但是大家的情绪其实是越来越混乱。那为什么会有这现象？是因为第一个，大家会把情绪受控于外界的人事物。比如说你常常听到人家说他让我很生气，你看他让我很生气，很奇怪，好像我们的情绪是受控于他，他做了什么让我生气。所以我们的训练里面会让你找到你是自己情绪的主人面对外面的这个变化，你要怎么样的调整自己的情绪让你情绪的这种稳定点可以越升越高，让你产生情绪波动的这个状况呢就越来越少。最后本来从一个情绪的这个受害者，慢慢的变成是自己人生生命的设计师。所以我们4月份有一个自解力课程，
来当做一个赠送。为什么呢？你会了对话式催眠会影响他人，但更重要的是你还要做好你自己。所以4月份有这个自解力课程。到时候呢，我会帮大家把 Hogan 老师的课程资讯放在影片下方的叙述栏。所以如果你是对于想要跟人建立更深的关系，可以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深化彼此的理解，欢迎大家可以去参考 Hogan 老师的课程资讯。好，那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哦。我是 Jaco， 我是 Hogan。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